青的，也釉色发青。那么釉色发青呢，从釉的配置上来讲，我们明代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灰多则青，灰少则白。灰是什么？釉灰。那这个釉灰是起到一个助溶剂的作用，降低它的烧造温度。但是要注意，釉灰多了以后啊，它的釉一定是发偏青色调的啊，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微量元素，包括含有微量的铁在里边，所以它的釉要偏青。嘉靖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要注意，我们在看这个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它的青花瓷器的釉也是偏青的。我们在窑址考察的时候，曾经收集到这种标本，就是说类似像成化斗彩那样的非常油腻腻的那种釉，但是在整体的明代御窑窑址里边所见到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而绝大部分是做不到这个标准的，做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特别强调，他仿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仿，但是他再仿，只是仿到了胎薄体轻，但是它的釉做不到那个感觉。但是它有一点是明确的，釉色清亮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市场当中很少见到若大明嘉靖年制方框款的仿成化斗彩的器物，这种东西的确比较少等会儿我们再把这一段把它总结一下，因为绝大部分都跟这种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这种工艺之前一直在强调，这种都是先花轮廓再填彩的，我们叫它填彩其他部分全都是我们讲几种颜色凑到一起的，叫斗彩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鉴定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它的鉴定要点在哪里呢？嘉定的鉴定要点，那么第一就是我前面要讲到的，此时使用的是回青料。回青料颜色是什么？蓝中偏紫。也就是说，当它在配置这个使用在瓷器上的钴蓝的时候，它必须要加一定的石子青在里边。比如说3/7开，1份当中有3分是石子青，有7分是回青。有了石子青加到回青里以后，回青就不容易晕散。我们讲回青烧窑效果果佳这是王宗穆在《江西大志陶书》当中讲的。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单独使用回青，这个回青料是不可控的，它会随着釉的高温熔融的过程当中，它会往四边的晕散，使你整个釉面就变得一片模糊，原来的纹饰就变得模糊不清。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的古人很清楚，用石子青来把它加以固定，所以在使用回青的时候，一定要掺和进石子青，这样使石子青就能很稳定的在纹饰所需要的那个部分发挥作用，而不是越过了界限满处乱跑。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如果要鉴定它是不是嘉靖仿成化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回青料啊。那么青花勾勒的线条和青花渲染的纹饰啊，色泽浓艳，这就是我们讲明代嘉靖时期呀，它使用回青料勾勒轮廓线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色泽比较浓艳，而成画又浅灰色调。那么这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成画淡雅的平等青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所以学鉴定啊，就要把握住这个问题。如果你能把握住了，那么鉴定这个东西难度就不是很大。尤其在没有款的情况底下，如果说出现这种现象，那你至少能把它框在一个范围之内，而不是在那儿猜谜语啊。那么至少是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你不可能跑到永乐宣德，也不可能跑到成化，更不能跑到清代去。这就是我们讲在学鉴定的时候，如何去把握时代的风格，就是在材料的运用上要学会把控时间，把控这个时段所产生的效果。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啊嘉靖时期啊它所特有的这么一个现象。第二，器底均用青花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双方框6字2行本朝款。一般来讲啊，嘉靖基本都落本朝的款，不会落大明成化年制啊。那么万历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嘉靖的仿成化的都是落的是本朝款。这个就是我们讲在注意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特别要强调一下强调一下。这个呢是我们讲这个明代嘉靖时期，它这个有一些个性的东西这些个性的东西呢，也正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必须要把握的，或者说掌握的一个重要的鉴定依据。这是明代嘉靖。那么万历时期呢，它仿成化斗彩器比嘉靖仿制的品种又要来得个多因为半个世纪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呢它也有这个条件去仿制。那么仿制的东西有什么呢？比如说斗彩团花果碗、斗彩开光花果碗、斗彩莲花托八吉祥碗、斗彩凌云杯，这是刚才嘉靖也有的那种；斗彩团联高珠杯、斗彩残枝花卉文冠等等有很多。那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在万历时期这个仿斗彩之风还是比较盛的，所以他尽自己的努力去仿明代成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成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文献都是明代万历时期的这些古文献，说明当时对这个成化斗彩的追捧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那么他这个时候仿制从器形之纹饰也是一样，按照成化的这种器形模式在制作。那么相比较嘉靖万历的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胎体要比嘉靖来的要厚一点。那么釉色呢，颜色要发青白。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呀？叫清亮，而它这个叫清白。也就是说，它在釉灰的掌握上可能有略微的要减少一些。
这样的话呢，使这个釉色呀，除了它偏一点点青以外，它颜色要发白。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有一点点从釉色上来讲呢，就跟成化有点靠近了，啊，那么这也是明代万历时期呀，它仿成化瓷器的一个自身的特点。所以两者之间，我们在成化以后的朝代当中，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他们的仿制啊，都有自身的特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地方掌握的地方。那么它的鉴定要点是什么呢？那么就是第一，青花轮廓线呀，和嘉靖比起来或者说和成化比起来，它的线条呢就显得略微的有点粗不是那么纤细。然后是什么呢？色，所谓的色，青花颜色略微有一点点重有一点点重。纹饰呢是过于的规整，这样一来以后呢，就显得略显这个纹饰变得板质，就是有点呆板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图案化的东西。等会儿我给大家来成化和这个万历的这个斗彩两者之间进行一个比较我们再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纹饰均用填复就是填彩复彩结合的这种施彩方式来绘制，色彩浓艳但不鲜亮。这个呢是万历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讲填彩大家都懂，勾轮廓线填彩，但是也有在上面敷彩的，就覆盖在这个纹饰上我们叫敷彩。这个呢万历运用的比嘉靖要更多使用的方法又更加的灵活。这个呢是万历时期的特点。那么第三呢，每件器底都用青花楷书大明万历年制，双方框6字2行本朝款。这个呢也是和嘉靖一样那么绝大部分我们见到这种完全仿这个成化时期的这种斗彩，也就是说像填彩类型的，基本上都是落本朝款当然也有个别的落这个成化年制款的，但是呢用笔的力度以及青花的颜色与成化器不同。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对于我们鉴定这个时代的器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万历、野落、大明、成化年制款尽管它不多，但是你怎么来界定它不是成化而是万历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它的运笔上就又回到刚才我说那句话，它的青花的发色上。因为它青花用的是不同的材料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对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为它是一个国粹嘛，所以我们在研究青花瓷器的时候，对于青花材料本身要加以研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到现在在民间很多人还在争来争去青花这个呢元代是用的哪个地方明初用的什么地方这个各个不同朝代有的还在争但是呢不管你争也好不争也好，对于材料的运用，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始终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清楚这个不同时代使用的材料。那么明代嘉靖万历时期，随着宫廷和上层社会对精细瓷器需求量的加大，
景德镇生产瓷业生产呢逐渐繁荣，而且青花五彩器呀也是非常的盛行。大家注意啊，尤其我们宫廷的需求量非常大啊，非常大。斗彩瓷器的制作呢也开始甚微啊。大家注意啊，我讲的这个青花五彩瓷器和斗彩瓷器的制作，它两者之间出现了个彼此一个倾斜的角度不同出现了一个倾向当时的仿成化斗彩器品种与数量较少，仅见杯盘碗炉之类，如嘉靖斗彩缠枝莲花纹盘、斗彩英细纹杯、万历斗彩开光瑞果纹碗等等，造型纹饰色彩均与斗彩瓷器相差无几的这种东西的数量，与这个当时的青花五彩相比较，受五彩的影响。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这种色彩略显浓艳其仿制品皆属青花楷书6次本朝款的东西相比较这种属于填彩类的和那种我们讲青花五彩类的东西比较起来，它的数量就已经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那么我们现在呢，找一些这个幻灯片来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些东西。先给大家看一些什么呢？先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这个嘉靖仿成化的东西。这是一件我们故宫的这是我们一件故宫的这个英细纹的一个纸口杯这个纹饰呢就是来自于成化就是来自于成化。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落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的这个纸口这个杯，小孩子在庭中放风筝这个庭院英细图，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嘉靖时期所特有的仿成化的东西。那么底下这个款看见没有？双方框款落的是大明嘉，注意这个嘉靖和万历这两朝这个双方框款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长方形的是长方形的。那么成化的呢就略显一个正方这个还是蛮有意思我们仔细看，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青花料大家不知道仔细看了没有那么这个颜色这个青花的颜色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回青料，它这个蓝色呢要明显的比成化的平等青要显得一个浓艳蓝的比较艳丽那么我们看有些地方叫蓝中还会偏紫，这就是回青的一个特色看见没有？这是故宫的这是故宫的一件这个英细图的，也是一个杯。大家注意，这个上面的英细也同样是庭园英细放风筝。那么看小孩子的神态、衣服头型，包括底下的款，刚才我跟大家讲了，专门点了这个款的写法，
刚才我们看了大明嘉靖年制啊，它是长方形的，我们叫长方框框，而这个呢是方形的双方框，是方方的。这个呢就明显的嘉靖和成化是有区别的，也包括万历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明代嘉靖官窑器呀，仿成化的东西啊。这是个典型的代表啊。我们再给大家找一些这些东西给大家看。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呀，这是一个高足杯啊，非常漂亮的一个斗彩的高足杯。请大家注意这个器型、圈足的处理，包括里边的青花颜色啊，青花颜色。我来再给大家看一幅，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镜头前的朋友稍微等一下，它有点滞后。好，现在有了。我左手边的这边是大明成化年制标准的成化斗彩，也就是双勾线填彩。我右边的这一幅也是高足斗彩啊，中间都是这个。折枝莲花。那么我右边的这是什么时代的呢？右边这个是明代万历时期的。那么但是呢，这个高足杯啊非常有意思，它底下没有落大明万历年制载边款，而是落的大明成化年制款。那么既然若大明成化，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两者之间进行一个比较，尤其是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认真仔细的看一下这两件东西，可以说从造型到纹饰的内容，包括底下的柄的处理啊，除了纹饰的处理上色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器型啊整体的造型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请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认真的仔细的把这个造型一定要铭刻在心，以后对你学鉴定，尤其是成化的高足杯，它是哪些重要的特点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我先讲成化这个，这是右边这一件左边这一件啊，先讲左边这一件。第一，我们注意这个高足杯啊，这个器型啊，它从口到底下腹部的内收，到这个柄到圈足这一块，整个的曲线的线条，这个弧度啊，非常的流畅自然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注意了没有？这个器型啊，虽然是直口的啊，但是它的这个器型的杯和足跟的衔接部位，大家要注意，这个部位尤其是中间的足节，它是略微的往上靠的，而且呢，这个靠的位置要往上一点点啊，往上一点点，请大家注意，这是成化时期的特点，这是第一，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第二一个，注意这个足节往下撇的时候，它是慢慢往外放的啊，而不是直接下去以后到底下再往外撇往外放。这个弧度这个线条非常重要啊，我们学鉴定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弧度的线条是特别要注意的。然后就是这个足端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圆润的一个弧度，然后往里收的。
这个是我们鉴定成化瓷器和后来所有历朝历代瓷器高足杯，就是包括嘉靖、万历时期仿的高足杯，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是个重要的依据啊，因为我们没有把竹给你翻过来啊。如果有竹的话，我们还可以在竹上再讲一下，竹面上这个地方啊，这个竹的这个竹节，包括这个弧度上一定要注意，包括这一个地方啊往外的这个弧度特别要注意啊，特别要注意，它是有一个高度的啊。那么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中间的这个这个缠枝的这个莲花，这个莲花呢，它用的是回青那个平等青啊，中间用的是矾红。请大家注意啊，成化时期的矾红，尤其如果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你有成化的斗彩瓷器，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成化的矾红特别容易被抹掉，它吸附在这个器物的表面啊，就容易被抹擦掉。所以，如果你身上你们真正自己有这个收藏，包括你自己手上如果有这样的斗彩瓷片，也请你注意，矾红不能擦，只要一用硬就可能把它擦掉。所以，对于我们学的人，对于我们有实物的人，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这个器物，包括瓷片，因为这个矾红是非常容易掉的。这个在嘉靖、万历瓷器当中，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这个呢，我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好，我再讲一下我的右边这个高足杯啊。那么刚才我讲的图案这一块，我就接着图案讲吧。这个图案呢，大家看啊，这个图案呢，它虽然也是仿成化斗彩的双钩填彩，但是呢，它的图案还是略有一些变化。这是一个折枝的团花莲花它是个团花。那么这个里边的这个蓝，它用的不是平等青它用的是什么呢？十字青加回青的。所以它的颜色明显，两者比起来，它的颜色更加的灰一些。然后呢，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它这个纹饰呀，明显的它的布局要比成化的显得繁缛一些，密度大一些。这个给你感觉到它这个空间呀，密度比较大它那种透的感觉呢就要差一些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请大家注意的就是，除了我们讲这个看这个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注意这个杯的足跟部分这个衔接部分它要比成化来的要细。这个杯碗底部和这个柄的这个部位接的相对比较的突兀不那么自然和流畅。我们看看这个左边的，它这个地方接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很自然的流畅非常流畅的下来。而这个呢是直的，就像一个竹竿直接倒在了戳在了这个底下，非常直，显得非常的生硬然后大家注意，就是它这个竹节显得比较的粗，而且呢离它的底部要显得高一些这个空隙呢就要大一些这个整体的线条显得比较的生硬而不流畅。